3年前，师父死的时候，我哭了整整1夜。那时候16岁，丹田被废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能好好告别。现在我19岁了，丹田重铸，凝气境巅峰，比3年前强了无数倍，但我仍然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。师叔，你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我记住了。我要去南城焚天塔。焚天塔在南城腹地，距此3000余里。一路上可能遇到冤教的人、苍云宗的追兵，甚至狐兽。你一个人，别跟你说了，不是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没有你的灵焰压制寒毒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玄阴体的寒毒已经侵蚀了我3年，灵焰每天压制的效果在累积，但一旦中断，寒毒会在半个月内反噬到致命的程度。他离不开我，我也需要他。2个人绑在一起，不是因为选择，而是因为别无选择。走吧。从丹霞城到南城腹地的焚天塔3000余里，途经7座城池。你的灵焰比1个月前柔和了很多。第一次你帮我驱寒毒的时候，差点把我的经脉灼伤，现在控制力提升了至少3倍。你教我的，炼月的火候控制，用在灵焰上也一样。说明你学得不错。明天的药材我去采，你专心修炼。你的寒毒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别死在路上就行。不是冷，是寒毒在侵蚀，它在忍。3个月，灵药用了无数，经脉只修复了3成，金丹境中期的修为因伤处下降到金丹境初期。曾经苍云宗最强的天才，现在一个残废。萧公子，你的手臂我可以帮你修复，用渊力。渊力构成的经脉比灵力经脉更强韧、更高效，你的右臂将获得超越原本的力量。代价呢？代价，萧公子，你已经是冤教的人了。从3年前你踏进天剑宗那一刻开始，灭门的命令是冤教下的，焚元珠的情报是冤教给的，甚至连你的风系功法突破的这么快，也是因为冤教在你的修炼资源中添加了冤力催化物。你以为你利用了冤教？不，从一开始，你就是冤教的棋子。来吧。裴金，下次见面，我会用这只手亲手杀了你。棋子在走。他在指引我地心灵脉的入口，就在死火山正下方。能撑多久？3个时辰，超过3个时辰，灵焰的压制会失效。够了。
焚渊诀第4重的火种，地心焰。就在那里，等我。4阶火蟒，相当于元婴境初期，比我整整高了2个大境界。我炼一枚寒元丹，能暂时压制火灵的火焰灵力。只有5秒，你必须在5秒内碰到那个火种。焚渊诀第4种，地心焰。柳烟，地心焰来自地心深处的火焰，对一切火属性灵兽来说，这就是王。柳烟，柳烟，寒毒越来越严重了，双重压制可以延缓，但无法干治。他还能撑1年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加快了脚步。消息传得比人快，药铺那个杂役小子去了一趟南城，带回来一头4阶火蟒。裴剑，玄冰宗邀请你以氪金长老的身份加入，宗门会为你提供修炼资源、庇护和情报支持。替我谢谢玄冰宗的好意，但我不加入任何宗门。苍云宗已经知道你有焚诀了，不只是焚诀，萧云在集结力量，接救了一剑，但他的灵力波动变了，比之前更强、更诡异。愿力，3年前的事，我一直后悔。退婚不是我的决定，但我没有反抗，我应该站在你身边，不管家族怎么说，但我没有。这是3年来我每天都在想的事。你帮我收集了苍云宗禁闭的布防图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手滑。明天我要加大灵焰的压制强度。不用，
按原来的迷律就行，别浪费灵力。你还要对付苍云宗。你的寒毒，我说了，按原来的频率。天剑余孽陪祭，3日之期已到，苍云宗正式向你宣战。苍云宗阵容：3名金丹境长老，萧云金丹境巅峰加蓄力之臂，元婴境太上长老。上次断剑崖3重火焰击败3名金丹境，火焰巨液重创萧云，但太上长老一掌将我打至重伤。但够打元婴境吗？不够，差距始终存在。我需要盟友。我需要镇渊司在战场外围布防，不参战，但让苍云宗知道你们在。元婴境太上长老忌惮镇渊司，不敢全力出手。你在用镇渊司当算盘？我再给你们一个理由：苍云宗与冤教勾结，这是镇渊司的管辖范围。如果苍云宗出动了冤力使用者，镇渊司有充分的理由介入。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。12名精锐在战场外围待命，但元婴境我不会替你挡，那是你的对手。我留下来参战。你不需要。3年前我没有站在你身边，这一次，让我做对的事。别死。不会。你的灵焰，到时候别省着用，我给你炼了足够的恢复丹。明日断剑崖。王若千凤点炼。3年前，你们在这里灭了天剑宗，我裴剑今天在这里，替师父、替师叔、替所有死去的同门讨回这笔债。比上次更快更彻底，4重火焰各司其职，配合天衣无缝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错，比上次强了很多，但愿力对
对焚渊诀无效，那纯力量呢？3年前我废了你的丹田，今天守住我们的道。焚渊诀，四色合一，觉醒！小云，你以为渊力能救你？你以为你赢了？苍云宗的背后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元婴境前辈对一个筑基境少年下杀手，可瞒不过镇渊司的鼻子。撤！我说了，不会死。3年前他没有站在他身边，现在站在他身边的人不是他。这份档案，锦溪总部保管了1000年，只有监察使以上级别有权查询。我花了3天申请持阅权限，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些。焚渊诀的火焰取自深渊之力的对立面。焚渊诀与深渊实则是本源上同一种力量的两面。修炼焚渊诀，就是在触摸深渊。
光与暗混为一体。焚决诀的火焰越强，与深渊的共鸣就越剧烈。每一次突破，都会在封印上留下一道微小的裂痕。我意识到了，焚渊诀的尽头就是深渊的开端。我用自己的生命重坠了封印，但那道裂缝没有完全消失，它被我残留的力量暂时压制，等待着下一个修炼焚渊诀的人出现。后来者要彻底解决深渊的问题，只有2条路：以焚渊诀第9重的力量与深渊同归于尽，焚渊之火与深渊之力相互湮灭，两者同时消失。这条路我走过，但我失败了。第9重的力量不够，我只能封印，无法毁灭。将焚渊之力全部灌入封印，重教永久性封印，9重火焰化为封印的9层锁链，永恒的锁住深渊。代价是你将失去所有修为，焚渊诀、灵力、修炼资基，全部化为封印一个普通人，永远。2条路我无法替你选择，但深渊不会等，佛印正在一天天变弱，焚虐级的传承者就是最后的希望。冤教，他们知道这些吗？知道。冤教的目的不是消灭深渊，是利用深渊。他们要打开封印，释放深渊之力，用冤力重塑修炼界秩序。焚渊诀的修炼者是打开封印的钥匙，所以他们故意让我修炼。断剑崖前苍云宗给你的3天期限，不是真要你领罪，那是冤教的策略。他们需要你活着，需要你变强，修炼到第7重，就能触及夺取核心，就可以打开封印。我是棋盘上的棋子，从一开始就是。你不用现在就做决定，先活着，先变强，路总会有2条的。不管最后走哪条路，我得先走到那一步才行。第5重，焚天塔。镇渊司会继续追查冤教的动向。裴爵，你是渊诀的传承者，不管焚渊诀的尽头是什么，在那之前，你是唯一能对抗渊力的人，这一点不会变。每一重火焰都连接着一段记忆。矾火是坠崖石的觉醒，灵焰是第一次为柳驱寒，玄火是苍云宗禁地的突破，地心焰是地心岩脉中的生死搏杀。后面的5重我不知道一件事，我不会让那些为我而死的人，师父、师叔白白牺牲。焚渊诀的传承者已经修炼到第4重了。是的，深渊之主，宁渊珠已认主，4重火焰全部觉醒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很好。继续让他修炼，让他变强，让他以为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。等他修到第7重，与深渊共鸣的那一刻，就是深渊重新降临之时。冤教的布置，这些冤兽不是自然聚集，是有人刻意用冤力驱赶他们到这里。
封锁焚天塔的入口。冤教不想让任何人进去，除非他们自己已经进去。我开路。小心点儿，这门后面的空间不简单。你的寒毒在家中，我知道，还能走。小金，你怎么还不来？我在等你。师父，你太累了，放下吧，放下焚渊珠，放下复仇，放下一切。小子，药铺的账还没算完呢。活下去，去焚天塔变强。你们不是师父，也不是叔叔，他们的死不是为了让我沉沦，是为了让我活下去。七步断魂草、紫血珠毒、冤力腐蚀因子，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低底毒素。第3层和第4层之间有解毒阵眼，给我3分钟。解元丹成了。没事。裴剑，你来的比我预想的快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送情报。冤力之臂，我用了一段时间，但也能感觉到它在改变我，不是变强，是变得不像我自己。他们在第6层。目标是第5重火柱。3年前我欠天剑遭一条命，这把断臂是利息，剩下的以后再还。你不怕我反水？你要是想反水，不会自己断冤力之臂，在这里等着。第6层，我去。裴进，小心，冤教的护法是元婴境。聚灵丹。短时间内提升灵力恢复速度，打不过就跑。等我回来。来的倒是快。萧云那个废物居然没拖住你，看来斩断冤力之臂之后，他连废物都不如了。焚渊诀4重，勉强能看，但不够。你以为焚渊诀能克制冤力？焚渊诀克制的是低的冤力，真正的深渊之力，你的火还差得远。用你的火焚烧入侵的冤力，这是你突破的契机。4重火焰焚烧速度赶不上冤力入侵总量，冤教护法的冤力太深、太浓、太强，核心处冤力仍在4人，裴进需要更强的火。天罡火，第5重，这一重为焚天，焚天！
流言！他的寒毒。凤渊之地，传说中的灵药九阳还魂草，只生长在深渊裂缝附近，能根治一切阴寒之毒。凤渊之地是冤教的大本营，那就让它变成冤教的地狱。距1个月新增冤兽出没事件3000余起，深渊封印衰减速度加快，3个月内不采取行动，封印年内可能崩溃。你是焚渊诀传承者，也是唯一能净化深渊裂缝处冤力的人。这场仗，你是核心。封渊之地，你不是为了救我一个人去的。梵天塔试炼也通过了，该面对的，早晚要面对。你说的对，但救你也是原因之一。那你快去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时辰已到，出发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比我想象的更大。3年前镇渊司勘测时，裂缝只有现在的1/3，3年扩大了3倍。我还能炼丹，能动的手就不会停。你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？当然。你以为深渊裂缝是自然产生的？是我撕开了它。道祖封印深渊时也将我一同封印，但我以冤力续命万年，1万年。你修炼到第5重了，封印已经只剩最后一层。来吧，继续修炼。6重、第7重、第8重，修到第9重的那一天，封印就会彻底崩溃。我不会继续修炼焚渊诀来削弱封印。那你怎么打败我？用已经觉醒的5重，加上所有人的力量。迎战，寒光战！裴进，往前走，这里交给我。金丹境对化神境。你以为焚渊诀能弥补3个大境界的差距？3个大境界不够，再加上他们吗？聚灵丹成了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深渊的力量。你们所谓的修为境界术法，在深渊面前不过是蝼蚁的挣扎。金丹境的蝼蚁，你以为聚集所有人的魂力就能弥补差距？在深渊面前，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。
6重，我说过，我修炼焚渊诀，不是为了毁灭，是为了守护。就算你毁了我的肉身，深渊封印已经在崩溃了，你阻止不了。将焚渊之力全部灌入封印，重铸永久性封印，代价是你将失去所有修为。别说话，先吃药。惨胜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：绯紫诀与深渊同源，修炼焚渊诀就是在削弱封印。我从第1重修炼到第6重，封印已经只剩最后一层。我做的这一切，到底是在拯救世界，还是在毁灭世界？想什么呢？焚渊诀的事。如果我没有修炼焚渊诀，声音是不是不会衰减的这么快？那3年前你就死在悬崖底下了。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修炼焚渊诀以来，救了多少人，净化了多少冤兽，在灵兽巢中保护了丹霞城，在断剑崖上替师父讨回了公道，在焚天塔中击败了冤护法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万年前我创造焚渊诀时，就知道它与深渊动源。焚渊之火取度深渊之力的对立面，有光的地方必有影，有影的地方必有光。我无法将它们分开，也不应该分开。焚渊诀可以打开深渊，也可以永远关闭它。它是钥匙，也是锁，但要彻底关闭深渊，需要炼修者以全部焚渊之力灌入封印，与深渊同归于尽。代价，修炼者的生命。他早就从镇渊司的绝密档案中知道了这条路，但他一直在回避。但我当年失败了，第9重的力量不被深渊彻底毁灭，我只能做到封印。所以我将焚渊珠封存在珠中，等待下一个传承者。也许他能比我走得更远。裴仙，你又想一个人扛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的代价是……我知道，所以你更要活着，找到另一条路。你不是常说，活着就是最大的武器吗？我会找到另一条路。封印的筛减速度比总部预计的快了10倍。照这个速度，最多1个月，1个月后，深渊之主将完全降临。1个月，道祖说焚渊诀可以打开深渊，也可以永远关闭它。它是钥匙，也是锁。钥匙和锁，同一种力量的2种用法。焚渊诀的9重火焰，对应深渊的9层封印。前6重我已经觉醒了，每一重焚烧的对象都不同，灵力、毒素、结界、地脉、天劫、灵魂，这些能力的共同点是什么？焚渊诀的本质不是毁灭，是警醒，焚烧一切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。如果焚渊诀可以焚烧魂力，焚烧毒素，焚烧结界，焚烧灵魂层面的污染，那它能不能焚烧裂隙本身？不是关闭裂缝，而是将裂缝烧合。道祖当年选择的是同归于尽，
以命换心。但如果换一种方式，不是森渊同归于尽，而是将焚渊之力灌入裂缝，将裂缝本身永久性的焚烧殆尽呢？代价呢？如果只是焚烧裂缝，不需要与深渊之主对抗，也许代价不是生命。但这是一个方向，一个不同于同归于暗的方向，它需要验证。第7天夜里，灾厄再次降临。袁守诚，第2波，人员应战。万年了，我终于要出来了。柳烟，你说过让我找到另一条路，我想到了，不是用焚渊诀与深渊同归于尽，而是用焚渊诀将封印重铸。重铸？如果我将6重焚渊之力全部灌入封印，不是关闭裂缝，而是把裂缝本身烧合，永久性的烧毁裂缝。那代价呢？不是命。但所有焚渊之力都会消失，焚渊珠会碎裂，6重火焰会全部消散，我会变回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。普通人也挺好的。总部将深渊危机等级提高至最高灭世级，全国所有金丹境以上修士紧急集结，向封渊之地方向支援。但最近的支援力量至少需要7天。我今天就进去。你确定？裂缝在每时每刻扩大，每多等1天，重铸封印需要消耗的焚渊之力就更多。如果等到7天后，我可能连6重火焰都不够烧合裂缝了。我给你开路。不是同归于尽，是重铸，代价是失去所有修为，变成普通人，不是死。你去裂缝中心，外面的渊修和渊守交给我。拿着，万一你需要冰系纹力的辅助。我练最后一炉丹，聚灵丹的改良版，可以将所有人的灵力在短时间内汇聚到一个人身上，然后我跟你一起进去。灵焰的连接在你体内，如果你的焚渊之力不够，我可以从外部补充，这是只有我能做到的事。我说了，我跟你一起进去。丹霞城修士最先出发，他们记得灵兽潮时从城墙上跃下的少年。临城修士路过散修，小宗门弟子自发组织赶往封区之地。灵兽潮交给我们，前面的路你们来开。但在恐惧之中，有人选择了行动。镇渊司，随我冲锋！这条路，我帮你开。前拳，以冰封之，绝其形。我欠天剑宗一条命，今天还给你。
消息在7天内传遍了整个南城，深渊裂缝扩大，冤教教主被击败，但封印在崩溃，深渊之主的手臂已经伸出。这些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到了每一个城池、每一个宗门、每一个修士的耳里。丹霞城修士们，灵兽巢交给我们，绝望，前面的路你们来开。但在恐惧之中，有人选择了行动。裴剑，往前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第二种灵验，冰蓝色。你疯了！3年前我就疯了，灭天剑宗那天，我就该死了。多活了3年，够了。来了，焚渊诀的传承者，来吧，把你的火焰献给我。你只是一个人类，焚诀结在你手中，不过是一团微不足道的小火苗。第一重，反火。坠崖时觉醒的火焰，打破保护壳，3年来包裹着我的废物外壳，被一掌烧穿。师父留给我的火种，点面包的控制火候。第3重，玄火，在仇人面前绝境觉醒，碎阵，突破一切禁锢和束缚。地心岩脉深处的觉醒。只要脚踏大地，永不枯竭。火不灭，但心不灭。第4重地心焰，地心岩脉深处的觉醒，只要脚踏大地，永不枯竭。第5重天罡火，冰与火的交融，没有柳烟的纹理，就没有天罡火。第6重魂火，黑紫色，直面心魔后的觉醒。每一重火焰都连接着一段记忆，是直面一个他珍视的人，直面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黑暗。你说这只是一团小火苗？这团火苗承载着每一个为我付出生命的人的意志。它也许焚烧不了你，但它可以焚烧这道裂缝。不，你不能！以冰封心，以灵为引，愿尽我之力助你破冤。此剑意，护你周全。多谢，风不灭。众志成城，破渊而生。封印重铸了。没了。安氏。大战结束后，他回到苍云宗做的第一件事，在长老会上揭露了宗门与魔教的勾结。苍云宗长老会大清洗，3名参与勾结的长老被剥夺修为，逐出宗门。宗主引咎辞职，萧云被推举为新任宗主。
我欠天剑宗一条命，这把断臂是利息，剩下的用一辈子来还。圣女是宗门的象征，应该由全心全意为宗门的人担任，而我心里装了太多宗门以外的事。然后老宗主退位，他被推举为新任宗主。以后有事可以来玄冰宗找我。好。药铺归小金，他要是切药切不好，我在下面骂他。裴老板的药就是放心。多谢。3年前是忍耐，现在是选择。你切药太慢了。我没有灵力了。3年前你也有灵力，切得比现在快。3年前我天天被欺负，切不好要挨打，动力不一样。最近可好？还行，生意虽忙，但能应付。照顾好自己，有事传讯。替我给老周的坟前也倒一壶。前面是药铺账目，灵药采集记录。自己突变了，九重归一，不是周铁山的，刻粉天地，是师傅的。丹田中，那丝在焚渊珠碎裂后就一直存在的微弱暖意，在这一刻变得清新了一些。不是灵力，灵力已经彻底消散了，更像是一颗还没熄灭的余焰，极微小，极微末，像黑暗中最后一颗火星，但它在。发什么呆？吃饭了。来了。焚渊9重，重归于一，余剑不灭，星火可聊天。深渊封印重铸了，有意思。焚渊诀的传承者，你以为深渊只有一个入口吗？